喂，好的，我是黄牛，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联想拯救者刚发布的 Y700游戏平板。上一代我们也做了详测，体验还是不错的。这次呢换上了一个满血版8 Plus， 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安卓游戏平板这个领域你没有其他可选。包装盒都很 mini。我们这台是一个钛金灰色这次呢它还有一个冰川蓝色。配件方面很简单，双 C 的数据线，然后卡针。很精致的一个卡托它可以 SD 卡扩展。不过要提醒注意，这款小平板呢，它是45瓦的充电用这个你可以还给笔记本电脑充个电。大的 ID 方面一句话就是一个特大号的手机那种感觉它的镜头模组呢，之前是单摄，这次加上了一个200万的镜头主镜呢是1300万。当然这游戏平板对于镜头大家要求应该都不是很高。然后它凸起的呢是非常的小我感觉也就1毫米吧。而且这镜头呢是跟这个凸起面呢做平的，电源键也不是现在主流的在顶部而是在右侧边，然后音量键在上方，它的前置也是在短边。不过这系统默认大家都看到了它是一个横向的默认，打到一个浅色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边框也就是竖向握持的时候，这额头和下巴要稍微的宽一些，两边呢要更加的窄一些。iPad mini 6我们都是浅色界面，对比一下拯救者这台确实要更加的大一些。它的屏幕呢是 8.8 寸个144赫兹的 LCD 的屏幕，这块屏幕呢 PPI 确实比 mini 6这个要更加高一些，是343。精细度方面呢我这么看着确实还可以，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屏幕也确实比较小嘛。我们这里还有一台7寸的手机就是 vivo 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机了，感觉跟 8.8 好像在数字方面差的不是特别的多，对吧？但是放在一起你就感觉哇，这完全就是两个物种了。差的非常多。当然 LCD 本身材质它边角偏暗这个问题这台机器也是有一点的再次强调，这个是本身材质的问题，不是这台机器的毛病重量方面，结合它这个体积来说，我觉得真的不算重它是350克，比上一代要更加轻一些，也更加薄一些。这一代它是做到了 7.6 毫米之前呢是 7.9。而且拯救者为了改善你的握持手感，它在后边就是向前倒角这个部分做了一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宽的一个CNC 倒角，这样握持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拉手的感觉。接口方面，前代呢是有 3.5 毫米耳机孔，但是这一代呢是给取消了。然后它底部呢是有一个 Type-C 的接口，横向握持的时候这个底部也有一个就是它是双 C 口的配置。竖向的时候底部的这个是 2.0 的，然后横向的底部的这个是 3.0 的。如果你要传输数据的话呢，横向底部的这个是更加快一些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横向打游戏的时候，比如说你接一个数据线在下面，就不会干扰到你手部。扬声器的位置呢也是专门设计过的，横向握持的时候都在你手掌的上方，也就是竖向握持的时候这扬声器全部都在右侧边，这样就是不管你动作幅度多大，这扬声器始终是在上方的，不会遮挡到声音游戏平板性能自然是核心配置我们直接打出来这满血版骁龙8 Plus 配上了 LPDDR5 插海 UFS 3.1。我们数据库走起。数据库标准的25摄氏度环境温中这个纸面娱乐兔137万加，高于8 Plus 的小米和红魔的平板。CPU 方面呢 ，Geekbench 6.1 基准测试，单核是1844多核是4855，同样要高于是8 Plus 的小米和红魔。GPU 方面 ，Sandymark Wildlife 基准测试是10900，与另外两台8 Plus 不相上下吧。纸面释放上总体还是比较猛的。落地实测，王者高清120洒水这个帧率一条直线。数据库标准平均121帧直接干满作为平板功耗肯定是比手机要高一些，平均到了 6.6 瓦，但是比另外两台低1瓦左右。当然在屏幕尺寸上它们也是有区别的这机身最高温度呢 40.7 摄氏度，在体感上呢有一些温热了。数据库 3.5 原神实测帧率基本可以贴到60帧这半小时测试平均帧率可以干到 59.6 这个非常接近满帧了。与红魔电竞平板在帧率上面相同，这功耗 8.8 瓦。在测试中呢，机身最高温度到了42摄氏度，绝对值上呢是要好于另外两款平板的表现的。其实作为游戏平板，前面这俩游戏这个表现厉害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但是后面的星穹铁道这确实让我们非常意外。不废话，直接上帧率曲线除了23分钟以后这个长乐天极限压力测试时你要知道长乐天这个场景连8帧2它都搂不住拯救者 Y700 也就在这儿帧率出现了频繁波动，前面基本都能贴到60帧你要知道这是8 Plus 处理器这半小时测试下来，平均帧率可以干到 56.8
花啊，大家可以把猛这个字打在公屏上，这个成绩也还相当可以了。当然功耗那也是很猛的，干到了11.3瓦啊，比红魔都高了近1瓦。但是啊，让人意外的是它的机身温度啊，并没有标的特别恐怖啊，也只到了46.32度啊，也就刚过45，帧率高，功耗高，但是温度比较低啊，这个综合表现还是不错的啊。而且我们还特意看了一下它的画质啊，和这个红魔电竞平板都是一样的啊，这个134×839。我们专门看了一下它的 CPU 调度曲线啊，超大核一开始呢是在2.59到2.99 吉赫兹之间波动，不过到了23分钟左右啊，也就是到长乐天的时候，这压力确实太大了，应该是为了控制发热，这超大核的调度呢就收敛了一些，这频率呢就控制在了2.59 吉赫兹左右，偶尔会上到2.99，而大核呢主要是2.74。在模式选择上呢，打游戏的时候肯定还是建议大家开启野兽模式啊，也就是它的这个性能模式。刚才其实我们也都开了啊，在8.8英寸屏幕上面玩游戏啊，这画面相比于手机呢要更大一些，这个尺寸呢对于游戏的操作呢影响较小啊。不过对于王者荣耀、和平精英啊这种操作性比较强的游戏，这玩之前你还是要稍微调节一下按键的位置啊。另外它有一个超广视野模式啊，需要在设置中打开。我们特别对比了一下啊，它的极致视野模式啊，较常规的手机呢确实稍微广一些啊，但只显示部分屏幕。充电方面，虽然它官方标称45瓦，但是我们数据库实测25摄氏度环境温下还有小惊喜啊，最高它能跑到47瓦啊，有点反向宣传了。而且在峰值功率维持的时间上面，那也是相当持久啊，45瓦以上可以持续22分钟，10分钟前台充入42%啊，这6000多的大电池，55分钟前台就可以充入100%，63分钟完全充满，这速度换算一下，比某些66瓦的手机充电都快。另外，它的旁路充电呢是不经过电池，直接啊给主板供电的啊。性能简单总结啊，8 Plus 这个芯片对于手机来说那是上一代产品了，不过放在平板上面啊，那还属于是第一梯队的。我们数据库实测性能释放确实很激进啊，和它的定位很贴切。同时8.8寸的大机身呢，在解决发热问题上面，相比于手机，那这优势就不是一点半点了。除了打游戏啊，其他软件其实我们也试了，比如它的分屏协同功能，自由分屏的开启逻辑还是比较简单的啊，3指双击啊，长按应用跳转快捷菜单啊，还有长按导航条都可以进入分屏。不过前提是啊，需要应用支持啊。我们体验的版本上呢，比如说某宝它就可以分屏，但是某东这边就还不可以。另外，平行视窗开启之后，转向横屏啊，会自动分为2个窗口。不过啊，为什么在1级界面就不行啊？非得处于2级界面才可以啊？而且你注意看，它分屏栏的这条竖线啊，竟然跟导航条还交叉了啊！希望在后续版本中解决掉这些软件上的小 bug。电池容量方面比较大啊，不用太担心。然后这次呢，我们还收到了它3个官方的配件啊。第一个就是拯救者无线上网伴侣，这个就是你插上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用它上网了。这里边还附送了你2个月的流量套餐，就这么一个小东西。它默认是一个 Type-C 接口，然后还附送了一个转接头啊，这样的话应用场景更加丰富一些。还有一个保护夹啊，后方的这个就非常游戏啊，它是一个双面壳，就是底下也是可以拆开的，就有点像手机保护壳一样。刚才我说它像一个大手机嘛，如果你想轻便的话，直接用它这个后背板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要是想保护屏幕或者说当一个支架的话，它也可以双面啊，这边也行。然后我们在这边打开啊，也可以啊。这个还是挺新颖的一个设计啊，整个风格呢也非常的机甲和游戏。然后这个就是它的官方的Y700的一个钢化膜了。体验方面，游戏就不用多说了啊，人家定位就是一个小钢炮啊，大家可以把这3个字打在公屏上啊，就是打游戏用的。但我们简单用了一下啊，除了游戏之外啊，各种各样的场景啊，这个平板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它的适用场景还是挺多的，因为它体积比较小嘛啊，比如说你路上想看个视频，那确实比你手机这视野是大多了。8.8寸相比于那个11寸的或者说13寸啊更大的那些啊，要方便很多。当然这个就看自己的需求了，它还是一个目标用户比较明确的产品。OK， 满分10分的话，你给它几分呢？欢迎大家评论弹幕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平板就是胜在没有。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这种比较偏小众的产品，特别需要大家的点赞支持。不管这几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